大家好，我是文博。作为一位研究现代都市人压力、社交行为和消费主义的大学教授，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数据、报告和学术期刊打交道。我习惯于从冰冷的数字中去寻找行为背后的规律和真相。但有时候最惊人、最深刻的发现，并不是来自于那些复杂的图表，而是来自于像你我一样，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以及那些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巨大的未被察觉的误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关于健康、关于科技，也关于一个可能正在影响数百万人的致命的常识性错误。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认为电子烟是比传统香烟更健康的选择，或者至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替代品，那么接下来的这句话你一定要听清楚。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UC Davis 与顶尖期刊 ACS Central Science 发布的最新同行评审研究，一个惊人的结论被揭示了。吸一天的电子烟，你的身体所沉积的铅含量，可能比你在同一天里抽完20包传统香烟还要多。你没有听错，不是2包，是20包。这意味着整整400支香烟。这个数据是不是彻底颠覆了你的认知？是不是让你感觉难以置信？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份研究报告的时候，我的反应和你完全一样。震惊，然后是强烈的怀疑。这怎么可能？我们被告知电子烟没有焦油，没有燃烧产生的大部分致癌物，它理应更干净。这个比香烟毒20倍的结论究竟是从何而来？这背后的运作机制到底是什么？别急，让我们冷静下来，一步一步地拆解这个谜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揭示一个比你想象中更为狡猾和危险的健康陷阱。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电子烟的烟油本身，而在于它雾化之后的形态，也就是所谓的气溶胶 aerosol， 以及更关键的是这些重金属毒素进入你身体的路径。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我想请你做一个思想实验。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座防御极其森严的皇家城堡，这座城堡有2位最忠诚、最强大的守卫，他们日夜不停地过滤所有试图进入城堡核心的人和物。这2位守卫就是你的肝脏和你的肾脏。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我想请你做一个思想实验，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座防御极其森严的皇家城堡。这座城堡有2位最忠诚、最强大的守卫，他们日夜不停地过滤所有试图进入城堡核心的人和物。这2位守卫就是你的肝脏和你的肾脏。当你吃下不干净的食物，喝下有污染的水，这些东西里面的毒素就像是试图从城堡大门闯入的刺客。但他们很难成功，因为肝脏和肾脏这2位首席卫兵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盘查、分解和清除。这是我们身体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一道坚固的防线。但是电子烟的重金属气溶胶，它扮演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它不是从大门进攻的普通刺客，它是一个懂得利用城堡设计漏洞的幽灵刺客。当你吸入那口烟雾时，这些被雾化成极其微小颗粒的重金属铅、镍、钛等等，它们并没有进入你的消化系统，它们没有机会去敲响城堡的大门，去面对肝脏和肾脏这2位首席卫兵。不，他们选择了一条致命的捷径，一条城堡设计师从未想过会被用来入侵的秘密通道——你的肺。你的肺拥有巨大的表面积，布满了亿万个微小的肺泡，这些肺泡的壁垒极其薄，就是为了最高效的交换气体。这本是生命的奇迹，让我们能顺畅地呼吸。但此刻，它却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后门。这些微米级的重金属颗粒就这样轻易地穿透了薄薄的肺泡壁，直接渗透进了你的血液循环系统。
这就像那个幽灵刺客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安检，就直接透过一条秘密的通风管道，瞬间出现在了城堡最核心的国王宝座面前。你的身体、你的防御系统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这些毒素就这样搭上了你血液的高速列车，在几秒钟之内被运送到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你的大脑、你的心脏、你的骨骼、你的每一个器官。这就是那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电子烟的千层剂量会如此惊人？因为它的吸收效率太高了。传统香烟燃烧后，很多重金属颗粒较大，或者在消化道被拦截，但电子烟的气溶胶却实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绕过所有防御的毒素投递。这就是它最阴险也最可怕的地方。现在我们知道了如何发生，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搭上血液高铁的刺客，他们究竟是谁？他们会做什么？加州大学的研究报告中特别点名了3位最主要的刺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以及他们各自的犯罪手法。第一位刺客叫做铅 （lead）。铅可以说是一位神经系统专家，他的首要攻击目标就是你身体的总司令部，你的中枢神经系统，也就是你的大脑和脊髓。当铅进入你的大脑，它会开始系统性的破坏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干扰神经传导物质的释放。这会导致什么后果？首先是你的认知能力下降，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经常忘事，开会时很难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时感觉大脑像蒙上了一层雾，我们称之为脑雾。对于需要高度脑力劳动的都市专业人士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其次是持续性的疲劳和情绪问题，铅的毒性会让你感觉身体被掏空，睡再多也觉得累，同时更容易感到烦躁、焦虑甚至抑郁。你以为是工作压力大，但很可能是你身体里的这位不速之客在作祟。更长远的影响包括智商的永久性损伤，以及对男性生育能力的直接打击。铅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你作为一个精英人士最核心的资产——你的大脑。第二位刺客叫做你。如果说铅是神经专家，那么你就是一位呼吸系统与免疫系统的破坏者。他的主战场就是他进入你身体的第一站——你的肺部。镊科类沉积在你的肺组织中，会引发持续的低度的炎症反应。最初的症状可能只是你不太在意的慢性咳嗽，喉咙总有异物感，或者运动时感觉比以前更容易喘。你可能会把它归咎于空气污染后遗症或者感冒后遗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持续的炎症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肺功能下降，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诱发肺纤维化。那是一种不可逆的，让你的肺组织变硬、失去弹性的可怕疾病。同时，镊也是一种公认的致癌物。除此之外，镊还会攻击你的免疫系统。它会让你的免疫细胞功能紊乱，让你变得更容易生病，伤口愈合得更慢，对病毒和细菌的抵抗力全面下降。你感觉自己好像变虚了，但你不知道，这可能是体内的镊正在瓦解你的国防军。第三位刺客叫做铁 （antimony）。这位刺客的作案手法更加隐蔽，他的目标是你的心脏和消化系统。铁的毒性很多时候是在你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对你的生命中枢造成损害。它会影响心肌细胞的电生理活动，这在心电图 ECG 上可能会表现为 QT 间期延长等异常。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心脏跳动的节律正在被干扰。这会增加你发生心律不整，甚至在未来发生更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在消化系统方面，铁会引起不明原因的恶心、呕吐、腹泻和食欲不振。你可能以为只是吃坏了肚子，但如果这些症状反复出现，很有可能就是铁中毒的早期信号。铅攻击你的大脑，镊攻击你的肺和免疫，铁攻击你的心脏。
这就是电子烟为你呈现的致命三重奏，每一位刺客都精准地打击着你赖以生存的核心器官。看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这3种重金属的危害，哪一个最让你感到意外和警惕？是影响思考的铅，是损害肺部的镍，还是威胁心脏的铁？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会想，这听起来太可怕了，但这只是针对那些有问题的劣质的电子烟吧？只要我买大品牌，经常更换，是不是就没事了？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然而，研究的下一个发现可能会打破你最后一丝侥幸。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变量，一个与时间有关的指数级增长的陷阱，那就是你手中的电子烟装置使用的越久，它的毒性就越高。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我们通常认为东西用久了只会失效，但电子烟的加热线圈在失效之前会先经历一个毒性巅峰。想象一下，那根细细的金属线圈，它每天都在经历着急速的加热和冷却。这种剧烈的温差变化会导致金属结构的降解和腐蚀，就像一根铁丝，你反复的在同一个点上弯折，它最终会断掉。但在断掉之前，它的结构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会掉落很多金属碎屑。研究数据显示，一支老旧的或者被频繁使用的电子烟，其内部线圈降解所释放出的重金属浓度，最高可以比一支全新的电子烟暴增1000%，1000个百分比。这不是一个线性增长，这是一个恐怖的指数爆炸。这意味着，当你觉得一支电子烟的味道开始变得有点不对劲，但似乎还能再抽几口的时候，那恰恰是它毒性最强烈、最危险的时刻。你以为你是在省钱，是在物尽其用，但实际上你是在用自己的肺去吸食一份浓度被浓缩了10倍的重金属浓汤。你手中的早已不是一支单纯的电子烟，它已经在你日复一日的食用中慢慢熟成为一个高效的、个人化的毒药胶囊。这个1000%的数据可能依然让你觉得有些抽象，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将会把这个数据和你的个人感官体验直接联系起来。这也是我认为整份研究报告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部分。你或者你身边使用电子烟的朋友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尤其是在一支电子烟快要没电或者已经使用很久的时候，你吸进去的那一口，味道突然变了，那不再是原本设定好的果味、薄荷味或者烟草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极度不悦的、尖锐的、刮擦喉咙的金属味。很多人会以为这是烟油烧干了，或者是自己的错觉，他们会下意识地咳几声，然后把电子烟放下，或者换一支新的。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那股金属味不是你的错觉，它就是那根正在剧烈分解的金属加热线圈在向你发出最直接、最绝望的警报信号。你尝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烧干的味道，你尝到的就是铅，是镍，是镉，是那些被高温溶解析出的重金属离子本身。你用你最敏感的味觉神经亲口品尝到了毒药的原味。让我们再深入地描绘一下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冰冷的、化学的、带着一丝铁锈和血腥味的感觉。它粗暴地占据你的整个口腔，你的舌头、你的上颚、你的喉咙深处都在本能地排斥和抗议。这个1000% 的数据可能依然让你觉得有些抽象，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将会把这个数据和你的个人感官体验直接联系起来。这也是我认为整份研究报告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部分。你或者你身边使用电子烟的朋友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尤其是在一支电子烟快要没电或者已经使用很久的时候，你吸进去的那一口，味道突然变了，那不再是原本设定好的果味、薄荷味或者烟草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极度不悦的、尖锐的、刮擦喉咙的金属味。很多人会以为这是烟油烧干了，或者是自己的错觉，他们会下意识地咳几声，然后把电子烟放下，或者换一支新的。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那股金属味
不是你的错觉，它就是那根正在剧烈分解的金属加热线圈在向你发出最直接、最绝望的警报信号。你尝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烧干的味道，你尝到的就是铅、是镍、是镉，是那些被高温溶解析出的重金属离子本身。你用你最敏感的味觉神经亲口品尝到的毒药的原味。让我们再深入地描绘一下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冰冷的、化学的、带着一丝铁锈和血腥味的感觉。它粗暴地占据你的整个口腔，你的舌头、你的上颚、你的喉咙深处都在本能地排斥和抗议。你的大脑在那一瞬间会收到一个最原始的信号，一个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信号：危险、有毒。而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当你尝到这个味道的时候，这意味着毒素的浓度已经高到足以刺激你的味蕾。你吸进肺里的是比那味道强烈100倍、1000倍的一团浓缩的重金属风暴。那一刻，你和这份研究报告之间的所有距离都消失了。你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你成了一个亲身验证者。你嘴里的余味就是科学数据最无可辩驳的活生生的证据。我知道谈论这些科学名词、数据和机制，可能仍然会让人感觉有些遥远，像是在听一场学术报告。所以我想暂停一下，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就发生在我身边，让我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切肤之痛的理解的故事。我有一位客户，我们姑且叫他小陈。他今年只有26岁，是一家发展极其迅速的行销公司的创始人。他非常聪明，充满了活力和魅力，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年轻人之一。在很多人眼中，小陈就是成功的代名词。年纪轻轻就带领着一个10几人的团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杀出了一片天。他开着不错的车，住在市中心的高级公寓，行程表永远是满的，仿佛拥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也是一位中毒的电子烟使用者，几乎是烟不离手。他说，这能帮助他在巨大的压力下集中精神，找到创意灵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从不担心自己的健康。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好，有的是本钱。偶尔的咳嗽，他归咎于工作太累；时常的疲倦，他认为是睡眠不足。电子烟是他应对这个高速运转世界的战友和伙伴。直到几个月前，公司组织年度体检，他抱着走个过场的心态去了，结果那份体检报告像一颗炸弹，彻底摧毁了他所有的自信。报告显示，年仅26岁的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心脏并发症，心电图呈现出医生口中令人担忧的异常。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他的肝脏扫描结果显示他已经患有中度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医生在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后，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他长期大量使用的电子烟。医生解释说，那些绕过肝脏首轮过滤，却最终还是要在肝脏进行代谢的重金属，给他的肝脏带来了巨大的持续的负担。而心脏的问题更是与多种重金属的毒性直接相关。我还记得那天他来找我时的样子，他坐在我对面，手里不再是那支熟悉的电子烟，而是一份薄薄的体检报告。他眼里没有了往日的神采，全是迷茫、恐惧和悔恨。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话：文博老师，我花了6年时间，拼了命的去打造我的事业，我的公司，我以为我正在一步步的走向人生的巅峰，但我从来没想过，我每天吸进去的那些烟，正在我身体里为我挖一个同样深的坟墓。我赚来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躺在最好的病床上去支付最昂贵的医疗费吗？小陈的故事是一个残酷的警钟，他告诉我们，这些伤害从来都不是遥远的未来事，它就是血淋淋的现在进行式。无论你多么年轻，多么成功，你的身体都在诚实地记录着你每一次的选择。毒素的累积从不偏袒任何人。
你努力打拼来的一切，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未来，是否正在被你指尖那一口口的烟雾悄无声息地掏空？好了，说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从绕过身体防线的幽灵刺客，到铅、镍、钛的致命三重罩，再到1000% 的时间陷阱，以及那位26岁年轻人的真实代价，证据链已经非常清晰。我们长期以来可能都严重低估了电子烟的潜在危害。它不仅仅是尼古丁的载体，它更是一个高效的重金属投递系统，正在从内到外加速我们身体的衰老，从我们的骨骼到我们的皮肤，再到我们最重要的大脑和心脏。唯一的理性的解决方案就是立刻停止让这些毒素再进入你的身体。但是请等一下，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强调的一点。如果这支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它带给你的只有震惊、焦虑和恐惧，那么我会认为我今天的分享是彻底失败的。为什么？因为根据我的研究和观察，单纯的恐惧往往是戒烟最大的敌人，而不是朋友。当一个人处于巨大的恐惧和焦虑中时，他会做什么？他会下意识地去寻找最熟悉、最快捷的慰藉。而对于一个吸烟者来说，那份慰藉恰恰就是再去吸一口烟。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你越害怕吸烟的后果，就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想吸烟来缓解焦虑，最终你不但没能戒掉，反而可能吸得更凶。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也非常悲歌的心理陷阱。所以，我今天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吓唬你，而是要赋予你一套更智慧、更理性的策略。戒烟不应该是一场靠意志力硬扛的痛苦的战役，它应该是一次科学的、有计划的身体修复工程。这个工程可以分为3个核心步骤。第一步，了解你的敌人，更要了解你自己。如果你是一位长期的电子烟使用者，并且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持续疲劳、脑雾、慢性咳嗽等等，我强烈建议你考虑去做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特别是可以咨询你的医生进行血液中的重金属水平检测，以及肝、肾、心脏功能的评估。这不是为了让你恐慌，而是为了让你拿到一份客观的战场地图。你必须先知道你的身体正处于什么状态，才能制定出最有效的对策。第二步，停止摄入，并开始智慧的排毒。在停止使用电子烟、切断毒素来源之后，我们的身体就有了开始自我修复的机会。你可以在专业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考虑使用一些被科学研究证明有助于身体清除重金属的补充剂，例如 N 乙酰半胱氨酸 NAC， 它是强效抗氧化剂谷胱肽的前体，被证明有助于肝脏解毒。还有像锌和硒这样的微量元素，它们在对抗重金属毒性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请记住，这一步的关键是在专业建议下，而不是自己盲目补充。第三步，重建你的生活，为身体创造一个最佳的修复环境。排毒不仅仅是靠补充剂，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能够支持身体康复的生活方式。这包括大量的饮水，帮助你的肾脏冲刷掉代谢废物；规律的能让你出汗的运动，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排毒途径；以及最重要的，保证高质量的睡眠。因为我们身体最大规模的修复工作，正是在深度睡眠中进行的。你看，当你把戒烟从一个我必须抵抗诱惑的痛苦挣扎，转变为一个我正在执行一个修复我身体的酷炫工程的积极项目时，整个心态就完全不同了。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你是一个主动的掌控自己健康的工程师。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希望能看到更多基于科学、能真正帮助你夺回生活主导权的深度策略，请务必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持续去挖掘和分享这些硬核内容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动力。最后，我也想坦诚地提醒你，像今天这样可能会触及到一些庞大产业利益的真相揭露，在任何平台上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它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而消失。所以我真诚地建议你立刻点击下载保存这支影片，或者把它分享给你身边你真正在乎的同样在使用电子烟的朋友或家人。或许你今天这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改变一个人未来的健康轨迹。我是文博，感谢你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